今天这期影片我会告诉你，在2021年我到底在 YouTube 上面赚了多少广告收入。这期影片没有任何想要炫耀的目的，我想通过这期影片能够启发和鼓励那些想要做 YouTube 频道的人开始行动起来。在我还没开通 YouTube 频道的时候，我会去网上搜索 YouTuber 到底能够赚多少钱。在看了他们影片之后，给了我很多启发还有鼓励，让我开通了自己的 YouTube 频道，并且一直坚持到现在。所以我希望这期影片也能够同样给你带来这样的效果。还有就是 YouTube 的广告收入只是我通过 YouTube 赚钱的渠道之一，我还有其他方式去通过 YouTube 获得收入。但是今天这期影片我们的重点就是广告收入，因为这是大家最关心的。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我频道，我是 Grayson。如果想通过 YouTube 频道在网上了解自己个人品牌，欢迎订阅我频道，是完全免费的。在底下描述栏也有很多进 YouTube 频道使用工具。应该还会有很多人不知道 YouTuber 是如何通过 YouTube 赚钱的。YouTuber 能够通过发布影片来获得广告收入，但是可能注意到了，在你平时观看 YouTube 影片的时候，你可能会在观看前或者是观看后看到一些广告，或者有时候会在观看过程中看到一个广告。这就是 YouTuber 通过他们的影片赚取收入的方法。他们可以在他们影片里面插入广告，如果有观众看到这些广告，他们就能够得到一定的广告收入。但是这不意味着你现在去开通 YouTube 频道，你就能够获得广告收入。YouTube 需要你加入他的合作伙伴计划。如果想要加入这个合作伙伴计划，你需要达到一定的标准。最重要的2个指标就是，你需要在1年时间内积累到4000小时观看时长。这个1年的时间计算方法就是，你可以从你当下的时候，然后往回算365天。如果在这个时间区间里面，你积累到了4000小时观看时长，那么就是符合标准的。第2个就是订阅人数的标准，你的频道需要达到1000个订阅人数。但好消息就是，这个订阅人数没有时间的标准，你只要达到1000个人数就可以了。当你满足了这2个要求之后，你就能够有资格申请加入 YouTube 合作伙伴计划，然后会有 YouTube 的工作人员来审核你的申请，来决定是否通过你的申请。如果你想继续了解申请加入 YouTube 合作伙伴计划的全过程，可以在看完这期影片之后去看我的这部影片。很多人会有这样的误解，如果想要在 YouTube 上面获得很高的广告收入，那么你的频道就一定要有很高的订阅数还有观看量。其实事实并不是这样的。首先，你的订阅数并不会直接影响到你的广告收入。的确，当你订阅数上涨之后，你频道的观看量也会有所上涨，但是你频道订阅数并不会对你频道收入造成直接影响。有的频道只有10万订阅，但是它获得广告收入会比10万的频道来得更多。同时，影片的观看量和广告收入并没有直接联系。但是可以看一下我这2部影片，一部是讲关于片头动画制作的，它获得了14.7万的观看次数，得到广告收入为563.17美金。另外一部影片是讲关于网络赚钱的，它获得观看数为11.6万，但是它获得广告收入为839.97美金。虽然这部影片它的观看量更少，但是它获得了更多的广告收入。我现在会来告诉大家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有什么因素会影响到广告收入。首先，第一个广告收入就是观看时长。如果想要在你影片里面插入广告，那么你影片的时长就要达到8分钟以上。这意味着8分钟以上的影片会比8分钟以下的影片来的更多广告，从而潜在的就会给你带来更多广告收入。但这也不意味着时长越长的影片就一定会获得更多广告收入，这也取决于观众具体看了多少时间，也就是影片的续看率。如果你的影片很无聊，一部10分钟的影片，观众只看了1分钟、2分钟就离开影片，那么你插入广告也是没有办法被观众看到的。重视影片的平均观看时长，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 YouTube 算法希望你的影片能够留住观众，让观众停留在 YouTube 平台上。如果你的影片让观众观看了很长时间，这会让 YouTube 算法认为这是一部优质的影片，就推荐给更多观众观看，从而这部影片的观看量就会上升，会有更多观众观看到影片的广告，从而你的广告收入也会有所上升。所以你的影片需要尽量留住观众，让观众留在 YouTube 平台上。第2个因素就是 RPM。RPM 就是每1000次观看，你能够获得多少广告收入。有一些因素会影响到 RPM， 有一些频道它能够拥有10几美金、20几美金的 RPM， 而有一些频道只有1美金、2美金的 RPM。首先影响 RPM 的第一个因素就是影片的话题。当你影片是关于科技的、投资理财的、房地产的，这些影片的话题会有较高的 RPM。而 Vlog、儿童、二人类的影片，它们的 RPM 就会相对较低。就像我网络赚钱的影片，它是关于金钱的，它的 RPM 就会比较高，为7.24美金。而片头动画的 RPM 它仅只有3.85美金。
因为房地产、股票的公司，他们会有更多的预算去投入到广告里面，所以当他们的广告出现在你影片的时候，你影片的 RPM 就会相对较高。有很多投资理财类博主，他们的广告收入都是非常可观的，像是 Grant Stephan， 他每一年的广告收入都有700万美金。第二个影响到 RPM 的因素就是观众所在地区。如果你频道的观众是在一些经济实力强的地区，那么你频道的 RPM 也会比较高，因为这些国家地区的观众会更有能力去购买广告里面产品。这些观众是 YouTube 重点想要针对的，因为 YouTube 想要通过广告去出售产品，从而赚取收入。所以如果你频道观众大部分都在欧洲、北美的一些国家，那你频道 RPM 就会相对较高。如果你频道大部分的观众都在亚洲一些地区，那么 RPM 就会相对较低。第三个影响 RPM 的因素就是观众的年龄，观众年龄也代表着购买力。儿童频道观众年龄都比较小，所以购买力就较低， RPM 也会较低。如果频道大部分的观众都是25到40岁的观众，他们都是处于事业的上升期，他们的购买力都很强，所以这会造成你频道 RPM 也会相对较高。接下来我就带你进入我的 YouTube 后台，去展示给你我在2021年到底赚了多少广告收入，以及一些重要的指标。现在我就进入到了我 YouTube 的后台，我在2020年6月份的时候才开通广告收入，所以2021年是我第一个完整的获得广告收入的一年。我先带大家来看一下我在2021年广告收入的表现。在2020年的6月22号，我终于有了第一天的广告收入，是7.6美金，然后每天都是在7美金、8美金、9美金、10美金左右。来这里有一部影片突然获得很多流量，就达到了38.2美金，然后过了一天之后就开始慢慢下降，在10美金左右，以后都是在10美金、10几美金左右。所以我在2020年的时候，我总共获得了2581.45美金，然后频道 RPM 是4.59美金。接着我们开始看一下我2021年的广告收入。在2021年的1月份，我总共获得了514.36美金，我频道 RPM 为5.98美金，这和去年相比就已经有了明显的上升。然后可以看一下我当时每天是获得16美金、13美金、14美金、15美金，基本上都在这个区间浮动。在1月份的时候，我获得观看次数为8.6万次。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2月份广告收入。在2月份虽然只有28天，但是我获得了581.65美金的广告收入。我频道 RPM 为6.66美金，继续呈上涨趋势。可以看一下，当时每天我能够获得20美金左右的广告收入。在2月份的时候，我获得了8.7万次的观看次数。在3月份，我的广告收入有继续提高，这个时候获得了682.16美金的广告收入。我的 RPM 是6.44美金，这个时候我能够每天获得20几美金的广告收入，有时候21，有时候22，还有23，甚至更高。3月份的观看数量也继续上升，达到了4.6万次。4月份的广告收入为679.4万美金， RPM 为6.5美金。在4月份，每天我也是能够获得20几美金的广告收入，也是很平稳的。4月份的观看次数为10.4万次。到了5月份，我的广告收入为658.7万美金。可以注意到我的 RPM 有所下降，是5.39美金。这个时候我每天也还是能够获得20几美金的广告收入。5月份的观看数量有所上升，达到了12.2万次。再来看一下6月份的广告收入。6月份的广告收入有上涨很多，达到了825.26美金。但是我的 RPM 继续下降，降到了4.98美金。在6月份，我每天能够获得20几美金的广告收入，有时候最高能够获得40美金的广告收入。在6月份，我的观看次数为16.6万次，继续保持上升。来到7月份，我的广告收入继续上升，接近了1000美金，为963.9亿美金， RPM 为5.34美金。在7月份，你可以看到我每天的广告收入有接近25美金到30美金左右，最高的时候也有达到40美金。7月份的观看次数继续上涨，达到了18.1万。8月份的广告收入为823.2亿美金， RPM 为4.9万美金。8月份每天也是能够获得25美金到30美金左右。8月份的观看次数为16.5万次。9月份我的广告收入为725.7亿美金，和8月份相比有所下降。频道的 RPM 为5.59美金。在9月份，我每天能够获得20美金到25美金左右。9月份的观看次数为13万次。时间来到10月份，我的广告收入继续下降，来到了655.06美金，频道 RPM 为5.7美金。在10月份，每天能够获得20美金左右的广告收入。10月份的观看次数为11.5万。来到11月，广告收入为617.77美金，但是 RPM 有所上升，来到了5.97美金。10月份每天也是能够大概获得20美金左右的广告收入。10月份观看次数为10.4万次。来到12月，我的广告收入有所上升，来到了676.56美金，我的 RPM 也有上升，为6.26美金。原因就是在12月份的时候，
大部分的公司都会把广告预算全部用完，所以每年12月的时候，所有频道的 IPM 都会有所上升。可以看到，在12月的时候，我能够每年获得17美金、21美金、26美金，大多数都是在20美金左右。所以在整个2021年，我获得了 147.4 万次的总观看次数，获得了 2.5 万个订阅人数。我的2021年总收入为 8403.8 亿美金。我可以再来分享一下，在2021年给我带来最多收入的影片。首先第一个就是赚钱 APP 的影片，在2021年给我带来了 1378.74 美金。第二个就是配有动画教程的影片，在2021年给我带来了 544.16 美金。第三个就是网络赚钱的影片，给我带来了 468.10 美金。第四个就是不出镜做 YouTuber 的影片，给我带来了 315.85 美金。第五个就是20个 Canva 使用技巧的影片，给我带来了 285.93 美金。也可以看一下，在2021年可跳过的影片广告给我带来最多广告收入。在这里也可以看到，在2021年我的热门影片，我们可以看到大部分这些影片都是我在2020年发布的，只有这部 Canva 新手教学影片，还有如何开通 YouTube 频道的影片是在2021年发布的。这些内容大部分都是我在2020年发布的，并且都是常见的话题。常见的话题就代表着这不会受到时间限制，不管观众在什么时候看都能获得相同价值。所以我建议大家尽量多做一些常见话题的影片。同时我要鼓励大家，如果你发现你的影片在刚开始的时候并没有表现很好，也不要灰心，有可能这部影片需要半年或者1年的时间才能够有起色。希望这期影片的分享能够让大家更加了解 YouTuber 是如何赚钱的，一个4万的频道能够在 YouTube 上面赚取多少广告收入。也十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没有你们的支持，我是没有办法做到今天这样的。如果想知道做 YouTuber 的其他赚钱方式，可以去看我这期影片。如果你觉得这期影片对你有帮助，欢迎点个赞。如果想了解更多关于 YouTube 的内容，欢迎订阅我频道。如果想和我更多互动，可以关注 IG， 在底下描述栏也有很多进 YouTube 频道使用工具。那么下次再见，拜拜。